这个卖鱼夫妇的女儿，开学第一天就在贵族学校当选了班长，只因她设计了全班追捧的秘密信箱。可深夜的书桌前，她正疯狂伪造同学们的愿望纸条，她根本收不到任何来信。12岁的明恩活得像个小演员，为赢得作文大赛保送资格，她把自己锁在仓库3天，窃取同学日记里的堕胎秘密，最终交出的我的完美家庭，字字句句却都是他人的血泪。当学校调查表变成阶级审判书，当作文竞赛沦为苦难攀比秀，这个12岁少女的谎言照出了整个时代的脸。明恩是一个典型的内心充满不安的女孩，为了不被同学们看不起，她编造了一个关于父母职业的谎言。撒谎的理由很简单，她害怕别人知道她母亲是市场摊贩，父亲则整天游手好闲。这一天，全家去烤肉店吃饭，巧遇了同班同学锦珠的妈妈。眼看着妈妈穿着那件市场工作服，明恩瞬间感到尴尬到极点。她不敢面对锦珠妈妈的问候，选择故作冷漠，故意无视的。第二天，锦珠从妈妈那里得知了情况，开始质疑明恩的谎言。明恩心中焦急万分，他不敢让同学们知道真相，害怕他一直精心构建的完美家庭破灭。他再次否认，坚称父母的职业并不如大家看到的那样。他甚至编造了一个看似完美的谎言，声称父亲是公司职员，母亲是家庭主妇，确保大家的误解得以延续。然而，为了坐实父亲是上班族的形象，明恩开始采取行动。他来到一栋高楼大厦前，准备随机选一个看起来事业有成的上班族。进行职业调查，他很快找到了一个电梯公司职员，通过一些手段让这位陌生人和他合影。明恩将这张照片添加到自己专属的相册中，满怀得意地展示给同学们看。看到父亲的职业形象得以证实，同学们纷纷表示羡慕，明恩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明恩的哥哥发现了这本相册，他愤怒地质问明恩：“你真的觉得爸妈很丢脸吗？”他无法理解明恩为何对父母有如此深的嫌弃。看到哥哥愤怒地把相册撕碎，明恩的心里也有种说不出的难受。其实早在明恩的心里，他就已经开始对父母产生了极大的不满。他无法接受父母不够体面、不够时尚，尤其是母亲那种强悍且不拘小节的形象。妈妈总是穿着工作服，身上有浓烈的海鲜味儿，整天忙于工作，从不顾及自己的外貌和形象。而父亲则没有上进心，生活过得毫无规划。渐渐的，明恩对家里的不满越来越明显，他开始对妈妈的生活方式产生排斥，觉得她根本没有注重环保，经常把垃圾乱丢，对金钱的管理也显得格外苛刻。与班上其他孩子的家庭相比，明恩更感到自卑。他的同学们大多数都有着体面工作和优雅的父母，而锦珠的妈妈则无疑是他心中的标杆。锦珠妈妈总是香气四溢，举止优雅，让明恩觉得自己在她面前简直像个丑小鸭。随着这些对比的加剧，明恩的虚荣心也在不断膨胀，他开始偷偷地装扮自己，用零花钱换取一些所谓高级的食物，避免吃妈妈准备的腌海鲜便当。而为了讨好老师，他甚至在教师节前挑选最贵的礼物，精心包装，用心良苦地表现出自己与众不同的一面。这种内心的虚荣心最终促使他做出了一项决定：竞选班长。明恩认为，成为班长不仅能让自己变得更加出众，还能增强他在同学中的威望。在竞选演讲时，明恩提到了自己的一项伟大构想，设立一个秘密信箱，同学们可以在里面写下心中的秘密。明恩将与老师一起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听了他这样的话，不仅老师赞许，同学们也纷纷支持他。最终，明恩顺利当选为班长，但妈妈对此并不满意。她认为明恩应该专心学习，而不是搞这些虚的活动。明恩听到妈妈的批评时，感到心里一阵空虚和失落。他心里明白，妈妈的目的是想让他有更好的未来，但妈妈的直白与粗糙却让他感到更加无法忍受。然而作为班长的身份却给了明恩巨大的满足感，他可以指挥同学们做各种活动，甚至组织起了班级的生日会、图书馆等一系列充满领导气质的活动。同学们喜欢他，老师信任他，甚至连校长都亲自接见他。而他也非常喜欢这种众星拱月般的虚荣感。因为担心秘密信箱里的纸条不够多，他还用左手变换笔记写了很多纸条。当了班长后，明恩每天都比别人放学更晚，老师都有些过意不去，想当面感谢他的父母，但明恩却撒谎说外婆生病了，父母需要去照顾，无法参加家长座谈会。可实际上，外婆已经去世很久了。家长座谈会这天，锦珠的妈妈给大家买了美味的汉堡，锦珠也围在老师身边，跟他有说有笑，这让明恩妒火中烧。他为班里做了这么多事，都比不上锦珠有一个好妈妈。再次喊口号时，明恩有气无力，带着满心满脸的失落。吃饭时，明恩依旧闷闷不乐，因为轮到他给班里的同学买点心了，可妈妈却不愿意花1分钱。明恩在心里抱怨着，为什么自己没有生在一个有钱的家庭。
最后爸爸见气氛有点僵，主动提出他来解决这件事。明恩终于放下心来。可让他尴尬的是，爸爸给同学们买的点心竟然是香蕉。同学们低声议论着，相比昨天的汉堡，今天的香蕉实在是寒酸到难以下咽。老师没有让大家感谢明恩的爸爸，而是一直跟锦珠聊天。更让明恩难受的是，他精心设计的信箱也被同学们随意丢在地上。明恩感觉就好像他的尊严也掉在了地上。今天有2个同学过生日，明恩什么也没有准备。唱生日歌时，明恩像石像一样坐着，脸上写满了幽怨和委屈。老师让明恩带头给过生日的同学写留言海报，我不当班长了。说完这句话，明恩当场就哭了。老师和同学们一脸错愕。事后老师问他怎么了，明恩支支吾吾，他无法说出心里的秘密，只能说外婆生病了，所以妈妈不能来学校。老师安慰道，没关系，自从你当上班长以后，班里发生了很多可喜的变化，这很了不起。老师希望你继续担任班长。听完老师的话，明恩感觉心里舒服多了。老师觉得明恩心思细腻敏感，是个写作的好材料，就推荐他去参加作文比赛。明恩对这件事非常重视，一放学就去图书馆查阅资料。锦珠的妈妈正好也在图书馆，她对明恩这个抢了锦珠班长位置的女孩很好奇，主动过来搭话，还问她在看什么书。明恩心思细腻，很快就想到，怪不得锦珠每次考试都是第1名，原来她妈妈也是个爱学习的人。想起自己那个整天粗声大气，恨不得钻进钱眼里的妈妈，她又是一阵自卑。这次作文比赛的主题是环保，明恩看了一些书籍之后，非要进行垃圾分类。可家里甚至连多余的垃圾袋都没有。明恩用自己敏锐的感受力写了一篇角度新颖、饱含真情实感的文章。很快，比赛结果公布，他拿到了2等奖，1等奖是锦珠。虽然有点小失落，但明恩心里还是很开心的。他兴高采烈地拿着奖状给妈妈看，妈妈很开心。一直睡大觉的爸爸看了一眼之后说：“怎么是2等奖？为什么没拿1等奖？下次一定要拿1等奖，知道吗？”得奖的喜悦瞬间被冲散。3个月后，班上来了一个叫慧珍的转学生，跟他一起转来的还有他的双胞胎妹妹何然。只不过何然在另外一个班，慧珍刚到就语出惊人。介绍父母时，他大大方方地说：“我没有爸爸妈妈在，可以给大家带来快乐的。摸摸茶店当老板。”班里瞬间炸锅，因为摸摸茶店就约等于红灯区。很快学校又有作文比赛，慧珍看着公告，在本子上认真记录着。明恩心里忽然有了一种嫉妒，凭什么他可以如此坦然地说出父母的职业？明明他妈妈的职业更加不堪，而且他竟然也要参加作文比赛。这种嫉妒一发不可收拾。在查看秘密信箱的纸条时，明恩看到了慧珍的建议，他提的建议非常合理，但明恩却偷偷把纸条藏了起来，并没有告诉老师。更让明恩感到隐隐不安的是，慧珍姐妹俩比他还要勤奋，早早就去图书馆看书。明恩心里又恨又妒，故意搞出很大的动静，但慧珍永远都是一副冷漠脸。很快，比赛结果公布，明恩再次获得2等奖。这一次，慧珍和何然姐妹夺得1等奖。她们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朗读了自己的作文。慧珍姐妹俩在作文里真实描写了她们因为父母离婚以及妈妈那令人羞耻的职业，在学校里饱受歧视和排挤。她们总是转学，不停地跟同学发生冲突。如此有冲击力的文字，完全不像是一个小学生能写出来的。这种真实的力量征服了评委，但却让明恩非常不解，因为这样的文字跟老师教的不太一样，跟我在书里看到的也不一样。就在这时，哥哥跟一个男生打了起来，因为那个男生说他父母是卖臭咸鱼的。明恩听得清清楚楚，但却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好事的同学一个劲儿地提醒他：“那是你哥吧，你快过去啊！”明恩忍无可忍，将同学推倒在地，两人还因此打了起来。明恩把奖状拿回家，爸爸依旧是那句话，奖励的方式又是去烤肉店搓一顿。晚上，爸爸开始训斥哥哥，质问他为什么要打人。哥哥一脸委屈，却始终没有说出原因，因为他知道一旦说出真相，肯定会伤害到父母。临睡前，明恩偶然间听到妈妈在跟哥哥诉苦，他念叨着明恩从头到脚都像爸爸，每天就想着花钱，爱闹脾气，神经质，就连坏习惯都一模一样。原来自己在妈妈眼里是跟爸爸一样讨厌的人，他实在无法接受这样的评价，决定离开这个让他压抑窒息的家。明恩跟着舅舅去了外公家，外婆去世后，明恩的父母就很少跟他们来往，但在明恩看来，外公儒雅体面，说话温和，对他也很好。舅舅虽然在打零工，但总是西装革履的，把自己打扮得像个上班族。明恩感觉他跟舅舅在一起时最开心，因为舅舅会给他拍照，带他去露营，还能和他一起讨论写作的话题。无论他想做什么，舅舅都会支持他。不久后，市里举办了一次作文比赛，这次的比赛规格和含金量都更高。明恩跃跃欲试，准备在这次比赛中拿下1等奖。作文的主题是家庭，对明恩来说，这是一个很难下笔的话题，因为在他眼里，他的家庭并不完美，也没有什么值得书写的地方。
舅舅给他提供了一个思路：人每年都要过生日，那家庭是不是也需要生日呢？家庭逐年长大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明恩似懂非懂，但他很快就以祝我的家庭生日快乐为题目完成了作文。慧珍姐妹俩的作文题目则是我们不是真的异卵双胞胎。明恩忍不住想偷看，却被慧珍抓个正着。不过不打不相识，他们很快就混在一起，成了好姐妹。吃东西时，明恩忍不住问慧珍：“你们的比赛作文写了几天？”慧珍的话让他感到震惊，因为他们只写了1个小时。我们不会做任何准备，只要坦白地写出自己想说的话，就能感动老师，然后得奖。每个学校都是这样。明恩思索着这句话，重新写了一篇关于家庭的作文。这一次，他把自己对家庭的不满如实地表达了出来。爸爸每天都在睡觉和到处玩，但比起爸爸妈妈，更让他觉得丢脸。他总是戴着帽子，穿着雨靴和脏兮兮的衣服。他说话声音很大，甚至有些刺耳。他老是跑到哥哥的房间里抱怨。其实哥哥也会觉得很烦，但他会在爸妈面前装作一副很孝顺的样子。他从小就听妈妈骂外公，妈妈甚至说外婆就是被外公和舅舅给气死的。但在他看来，外公有很多优点，他想要什么，外公都会给他做。他会给他买很好看的便当，完全配合他的时间表，不会催他去睡觉。他还会让他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很大方，总是为朋友着想。舅舅也一样。他来找他时，总是穿着西装，打扮得帅帅的。他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舅舅和外公可以做到这些，爸爸妈妈却做不到呢？写完这篇作文后，明恩没有给老师修改，而是直接寄给了评委会。几天后，比赛结果公布，明恩斩获2个奖项：来自孙女的信夺得1等奖，祝我的家庭生日快乐斩获入围奖。这可是市级奖项。明恩不仅为自己争得了荣誉，也给学校争了光，一时之间风光无限。老师告诉他，颁奖晚会将在市政府举办，你们的作品也会刊登在日报和文选上，每个市民都会看到。得知他斩获大奖，外公带他去外面吃饭。外公说：“你可千万不能跟你舅舅一样。”舅舅虽然读了很多书，但却找不到工作，只能去工地打零工，只够养活自己。被父亲如此嫌弃，一向温和的舅舅忽然破防。他接下来说的话让明恩感到无比震惊。那个他最讨厌的妈妈，其实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外公现在住的房子是他给买的，外婆住院的钱、葬礼的钱全是他付的，外公的生活费也是他按月给。他如果没有妈妈，外公和舅舅都会流落街头，爸爸也会变成乞丐。所有的优雅和体面都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都是由妈妈默默承担的。对外公来说，钱不是自己辛苦挣的，给出去当然不心疼，因为不用工作，所以才有时间和精力照顾他的感受。而妈妈之所以不体面，是因为她的肩膀上扛着一家人的生活，她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在意太多。她必须雷厉风行，必须大嗓门，这样才显得热情，才会有生意。她必须口门，不然一家人就要饿肚子。她也想精致，但为了家人，她必须一直穿着工作服，一刻不停的工作。她之所以跟儿子抱怨，是因为她心里很苦，但那个没用的丈夫却无法替她分担。想到这里，明恩一阵愧疚，她立刻想到，一定不能让那篇获奖作文让父母看见，那一定会对她的家庭，且其是日夜操劳的妈妈，造成可怕的伤害。为此，她打电话给组委会，询问是否可以只领奖不公开文章内容。在得到否定的答复后，明恩决定放弃获奖资格。老师非常震惊，因为这已经不是他自己的事儿啊，而是关乎整个学校的荣誉，总要有一个理由。犹豫很久之后，明恩用秘密信箱告诉老师：“我写了家里不好的话，我害怕自己的真心话会伤害到家人。”老师回复道：“你一定很爱自己的家人，你可以拒绝获奖，坦白是件好事。”学校也尊重明恩的选择，同意他放弃获奖。他将这几页稿纸藏在了只有他知道的秘密之丘，这件事也成了他心里永远的秘密。拍照时，明恩尽力挤在画面中间，属于他的 C 位和奖杯被慧珍姐妹夺走了。不过，他也得到了良心的安宁。他骄傲地把获奖证书还有刊登文章的杂志递给了爸爸妈妈，因为他知道，这里面的文章虽然不是最好的，但一定可以让他们开心。不久后，慧珍在全校广播里朗诵了那篇获奖作文。在作文里，他坦白道：“我和何然并不是异卵双胞胎，我妈妈是在何然妈妈店里工作的小姐，爸爸是过来寻欢作乐的客人，我甚至从来都没有见过爸爸的面。虽然何然的妈妈将我视如己出，但她终究不是自己的妈妈。”听着慧珍的文章，明恩再一次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因为这样的坦白固然充满了真实的力量，但也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明恩那篇经过修饰的文章被妈妈珍藏在了笔记本里，虽然并不是真实的感受，但却如夏日雨点一般清凉治愈，可以安慰日夜操劳的妈妈。升入6年级后，班上再次发了家庭信息登记表，这一次明恩如实写下了父母的职业。他忐忑地等着老师的询问以及同学们异样的眼光。
可新来的老师根本不关心这些，让同学们在这张纸上畅所欲言，写下所有自己想说的话。明恩感到一阵轻松，他拿起笔刷刷地写着，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明亮，心里的结界越来越轻盈。好了，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喜欢的话记得关注、点赞加评论。就这样，我们下期见。